大家好，我是龟龟。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谈一谈的我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自媒体啊，它的心路历程，我自我感觉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和我一些呢酸甜苦辣的感受。最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通过这个自媒体的这个门槛后。第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大概2500个订阅的人数会有多少收入？一个月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听到最后。好，现在我们开始。说起做自媒体呢，其实是很特别的，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遇。那时候呢，正好是病毒期间，我在家里呢，偶尔会听一下广播。那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就开始做自媒体，就说做自媒体如何。刚开始呢，我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呢病毒来了啊，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天天在家里坐着。我觉得呢，如果说是看电视连续剧啊，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天天学习呢好像也不太合适，然后就想了想，我要不要也开始做自媒体。因为我曾经听过几个人谈一下他做自媒体的感受，后来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也说说我的感受。因为呢那个朋友说啊，就说他说做自媒体可以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呢，我并不是这么觉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确觉得好像在做自媒体的同时，我认识了一些从未谋面的人，但是呢，有着共同的兴趣吧，或者是共同的爱好，可以作为朋友。这些人好像就是说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向的感觉。虽然这个说的有点比较抽象啊。我呢做自媒体其实是2021年开始的，到现在其实有4年了。说句实话，我呢下了不少的功夫，但是中间呢我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呢就是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给我发来了消息，鼓励我，告诉我怎样才能达到这4000个小时。实在你做的东西，如果说因为刚开始没有什么人看，你可以也做一些歌，虽然这个歌呢并不能以后带来钱，因为它有版权的原因，但是呢你可以增加时长，因为你1000个订阅早就达到了，但是呢你始终就是那个时长达不到，所以他就给我了一些很多的建议。而且他也说呢，朋友也说，你又不是以这个为生，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工作，你做自媒体其实只是想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说有人看着你的视频可能会喜欢上你的频道，然后呢你在未谋面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一群有你频道跟你频道一起成长的朋友，岂不是很好吗？我后来呢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也终于没有放弃啊。可能呢这跟我的性格也有点关系，我不是叫龟龟嘛，龟龟的特点就是他动作比较慢，但是他非常有耐心，而且呢一般情况下他会有耐心的走到最后。好，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做自媒体的第一个好处吧，就是说能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二个呢就是时间比较自由，时间和空间比较自由，你可以随便随时随地。有时候呢你可能很忙，打个比方，你去送孩子，去参加兴趣班，你坐在门口，你没有事情干。当然了，你可以学一个外语或者学个什么东西也可以，但是在做自媒体呢你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完全由你自己掌握。
休息呢也灵活安排，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第二个好处，就是非常的灵活，它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因为你也可以做个短视频，长视频当然比较难，因为长视频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短视频呢，你可以利用你在等孩子的期间啊，如果你去送孩子学个兴趣班，时间不长不短的，打个比方半个小时，那你能干什么呢？你起码可以做个短视频，是吧？1-2个短视频还是可以的。第三个好处呢，你可以把你的兴趣变现，或者是说把你的兴趣分享给别人。因为你可能有很多人他喜欢美妆，他就可以分享呢美妆技巧，或者是呢你喜欢电脑，你可以分享你的电脑技术，对吧？或者是你去哪里旅游，你也可以把你的旅游心得讲出来，你碰到的好的旅馆呀，或者路线呐，你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呢，就是说既把你的热爱或者说你的爱好，又可以同时在赚钱，所以说呢，就比单纯的工作更有动力，是不是？这是第三个，我个人觉得的好处啊，就是可以把兴趣变现。当然了，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在能把兴趣和变现结合的同时，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打造个人影响力，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品牌，可以是说自己的频道，让大家喜欢上你。当你的频道呢，可以帮忙观众啊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分享一些省钱小妙招啊，会获取了大量的信任。慢慢的呢，积累粉丝以后呢，他可能并不在乎，就是说你到底教了什么，或者是你到底教会他们什么，可能他仅仅是因为就是说他喜欢你的声音，或者喜欢你的视频而来观看你的视频。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说可以有收入，就是说当然了，有 YouTube 的广告分成，当然你也可以推广自家的产品，也可以开会员频道，或者是做付费课程。但是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你怎么想，有的人可能他并不把这一个优点呢作为主要方向，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他的兴趣爱好，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因为呢，从你写脚本、拍视频到剪辑，然后再到你出视频，然后到你说话，这些呢可能需要就是说慢慢的去培养。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说视频或者说我拍视频拍的很粗糙，但随着时间的推逝，我可能慢慢的注意去看一些就是如何拍花草。像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话呢可能带有很多的呀，现在渐渐的呢就注意一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同时提高了我的说话能力，或者是说沟通能力吧。我觉得这也是一项加分项。当然了，它肯定有很多缺点。第一个呢，我个人觉得这些缺点呢，就是第一个呢，它就是前期收益极低，而且极不稳定。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这4000个小时视频时长特别难过，所以可能在头1年渐渐的做了几个月，觉得无望，就很容易放弃，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投入时间超乎你的想象。可能大家有很多人做视频，他可能是为了钱而来去做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一条3分钟或者是8分钟的视频，从你选题到你查资料，到你的拍摄、剪辑、加字幕，然后写简介，可能要花10个小时以上。如果没有人帮忙，就是说都是你一个人弄，而且这条视频可能根本都带不来1欧元的收入，你会感觉如何呢？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算是它的缺点吧，大家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说你面临的很多的竞争。当然了，你可能如果说是你是半职，或者是说你有自己的职业，你只是把它作为你的兴趣爱好，你可能在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小。但是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个全职，那么你别忘记了，在油管上面有好多人他做的视频啊，非常好。你要想你的视频脱颖而出是非常难的，所以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放弃，对吧？所以说你在你全职做自媒体的时候，你要考虑好，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能不能在这么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所以说大家呢最好刚刚起步的时候是有自己一份职业，这个自媒体呢，这是我建议啊，作为就是说兼职吧，挣一点小零花钱，等到以后你的频道做出来了，真的通过了油管的门槛了，那么等挣的这个钱的确你觉得可以勉勉强强养活自己了，咱们再考虑全职的做自媒体。第四个呢，就是你有可能会收到负面评价，就像我有时候做视频，对吧？可能一时出现口误，把这个字说错了，或者是说在视频里表达了一个观点，别人并不认同你，他可能就会恶意的批评你，或者甚至有可能人身攻击。所以说如果呢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呢，很容易呢就被这些声音啊去影响，失去创作的热情。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最后一个呢，他当然了，就像我说的，他缺乏就是说稳定的保障，他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社保，收入全部看账号的数据。那万一呢你的账号被限流，那你的收入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抗风险能力呢是很差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做自媒体这条路，一定要想好，看你能不能承受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个5个缺点，然后再去做决定。当然了，如果你就是说做完决定以后，那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不要放弃，就像一只乌龟一样，慢慢的爬到终点。好，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通过就是门槛油管的门槛之后，在第1个月得到的收入。大家看这个呢是我第1个月的数据。可能呢我的订阅也不是很多啊，只有2500多个人，还没到2150，说错了然后呢观看量呢也不是很多。第1个月28天过去了，我总共有5.4欧元，也就是说折合人民币没有50块钱吧。那大家可能要说了，这个是不是太少了一点？也的确，因为我的这个频道目前观看量比较少，这只是广告分成吧。而且呢，我有些就是说观看量呢，大部分的很多是歌，这些歌呢是有版权的，是没有办法有分成的。其实呢，我说句实话，在没有通过之前，我心里就有准备，可能就是非常低，1个月可能400欧都没有。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收入也的确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就是说我没想到1个月只有5-6欧的样子。当然了，这跟我的观看量也有关系，就是说我可能做的就是说这个月做的长视频不多，再加上很忙。我以前呢觉得大概呢能挣个200-300欧吧，300-400欧吧。因为其实在德国，你即使随便到一个超市里去，每天打个小工吧，我们就说最基本的就最低工资吧，14欧吧，一天呢到
超市里打个比方啊，一天做1个小时，那么1个月呢也有420欧。如果跟这个比起来呢，也就是说我的收入就太少了，对不对？但是呢，转过头来想一想吧，就是说可能我在超市里做收银员，我做了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可能还是在做收银员，但是我在做这个自媒体，今天可能只有2100个粉丝，我这个月只挣5欧、6欧，但是可能明年的今天，也许就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你觉得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和你的观点。那么让我们明年这个时候，我再来看一看我的收入和我的粉丝如何，看看我是否还继续做自媒体。大家觉得呢？期待你的留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请帮忙订阅、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谢谢，再见，拜拜。